说起明成祖朱棣这个人，一些人会想起他的残暴，一个捕风捉影的胡惟庸案，牵连诛杀上万人；一些人会想起他的深情，一生只立一个皇后；更多的人会想到他是古往今来的大统一王朝里唯一谋反成功的藩王，但极少有人想到朱棣在位20多年，就没几年坐在皇位上。作为大明最热爱收集领土的皇帝没有之一，大明疆域在他之下达到了巅峰。应该说，朱棣会坐上皇位不全出自他的本意。燕王朱棣为了躲开他侄子削藩的屠刀，甚至一度装疯卖傻，还把自己儿子送到京城当人质。但这些都没换来建文帝朱允炆的手下留情。朱允炆也是个缺心眼，要削藩，他可以不动声色地找借口，逐步收回诸王的军事指挥权，再花几年将朱棣在军中的旧部逐一换掉，慢慢废去燕王的势力。汉武帝当初是如何推恩的，朱允炆完全可以照着学，开卷考都抄不到答案。他爷爷朱元璋要知道了，能活生生气活过来。朱允炆急不可耐地废掉了5位皇叔，无异于向朱棣喊话：站着别动，下一个杀的就是你。然而张牙舞爪、气势汹汹了半天的小皇帝根本没有触及燕王的核心势力，朱棣怎么可能不动？他出生的时候，朱元璋正在和陈友谅干架。作为一个把战争当胎教的皇子，朱棣的军事水平甩开朱允炆几条街。再加上太子朱标去世后，朱元璋把几乎所有能打仗的将领都杀绝了，朱允炆身边只剩下李景龙这种货色。李景龙要是有点用，也不至于这么没用。然而，不管朱允炆这边如何白送人头，在开国未久、兵马上壮之时，以微末兵马谋反而夺得天下，不得不说一声朱棣牛逼。朱棣要是遇见与他同等境遇、实力更强的西汉七王，估计会说：不是我针对谁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坐上皇位的朱棣丝毫没有闲着。前面朱高炽这期视频我们已经讲过，永乐大帝朱棣约等于朱高炽的征北大将军，朱高炽则是名为太子的常务副皇帝。朱棣的北伐情节来源于他的父亲朱元璋，在消灭元朝残余势力后，一直试图统一元朝遗留下的全部疆土。元朝数百年的统治带来了汉蒙民族的融合，也修正了中国人的天下观，只占据中原根本不叫真正的统一天下，统一了草原才是。但明朝就此控制了草原吗？正如当年汉朝消灭北匈奴后，草原仍然不属于汉朝那样，明朝打垮了北元韩廷，但并没有将草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。蒙古的汉魏仍然在黄巾家族后裔手中，草原仍是蒙古人的，区别只是哪一派蒙古人。在草原上，东部有鞑靼，西部有瓦剌，中间还有实力较弱、四处寻找靠山，约等于今天乌克兰的兀良哈布。在边塞军旅中成长起来的朱棣，不屑于采用单一中原政权的防御模式，他的视野更为宽广，他要恢复元朝时代的天下。所以朱棣不顾大臣们的反对，坚持把明朝的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。北京是朱棣的老巢，所以迁都北京肯定有扶持北方嫡系力量、打压南方明朝权臣的考虑。但是朱棣必然清楚，北京是一个非常靠近草原的都市，它很容易受到草原势力的攻击，防御难度很大。在这样的地理背景下，朱棣依然选择了迁都，正体现了他对于未来中原与草原关系的整体考虑。元朝建立元大都是为了更方便同时统治草原与中原，朱棣的思路也是如此。朱棣也有条件和能力来实施自己的宏伟战略。从永乐8年到永乐22年，朱棣先后5次大规模北伐，目标主要是鞑靼，其次是瓦剌。从效果上看，朱棣5次北伐分别打击了草原上的鞑靼、瓦剌、兀良哈布，体现了朱棣在草原上搞力量平衡的思路，支持和拉拢弱的一方，打击强的一方。其中由于鞑靼往往是最强大的草原政权，鞑靼大汉又是草原共主，因此5次北伐中有4次的目标都是鞑靼势力。鞑靼被明朝列为头号打击目标，不仅因为其实力最强，而且因为鞑靼对明朝的态度强硬。至少在明朝前期，鞑靼仍然自认为是元朝正统，把明朝视为元朝的叛乱势力。然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即使是蒙古人也身段柔软到超乎想象，不仅接受了明朝的册封，还答应向明朝纳贡。经过几次北伐后，朱棣已经不把自己看作单一中原政权的君主了，他也是蒙古各部名义上的共主。明朝与瓦剌、鞑靼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，而是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。永乐21年，他公开说，
华以本一家，朕奉天命为天子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皆朕赤子，其有彼此？但朱棣真的实现自己的宏愿了吗？永乐8年，明朝打败鞑靼的本雅失里和阿鲁台后，阿鲁台派遣贡马讲和的使臣对朱棣说，瓦剌并不是诚心归附明朝的，如果瓦剌真的诚心归附，就会献出传国之宝来。而瓦剌的使臣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在第2年朝贡时说，鞑靼的本雅失里和阿鲁台败走，是老天要灭亡他们。不过他们桀骜不驯，如果让他们再兴起危害边境，那么这些西北方向的国家就不敢向明朝朝贡了。所以请明朝早点消灭鞑靼。从双方使者对明朝的话语中，后人可以清晰地看出，鞑靼和瓦剌都想利用明朝的力量削弱对方，以便自己坐收渔翁之利，统一草原。所以2大草原政权明智的选择向明朝服软，接受了明朝的朝贡制度，是希望在政治上孤立草原上的对手，在经济上也谋取一些利益。而且后人研究发现，鞑靼尽管接受了明朝封号，对内依然长期以元朝大汉自居，在名义上作为整个草原的最高首领而存在。黄金家族在草原上仍然具有崇高的威望。总之，从外交上看，明成祖朱棣基本上实现了成为天下共主的目标。不过在实际的政治中，除了实力较弱的兀良哈3位依附于明朝之外，鞑靼和瓦剌都是草原上的独立政权，并不受明朝直接控制。在这一点上，朱棣和当年手握广阔草原和草原部众的忽必烈差距很大。从实际的效果看，朱棣这个颇具蒙古草原风格的中原皇帝，并没有真正实现自己的辉煌梦想。1424年，朱棣第5次北伐，追击鞑靼的阿鲁台未果，本时回朝途中病逝于榆木川。朱棣的去世带走了恢复大一统时代的梦想，明朝与草原再次恢复南北对峙的友好局面。仅25年后，一场土木堡之变险些让大明亡了国。抛开朱瞻基是个好人，可惜有个儿子，朱祁镇实在太废物这类因素，瓦剌人从向大明朝廷称臣道一路打到北京城下，也让我们看到仅凭强权与武力维持的统治有多么脆弱。